第68章陨落心炎。狭窄的山洞之中，药老望着那闭目转化斗气的萧炎，手掌揉了揉泛红的老眼。他心中清楚，萧炎会选择这种危险的功法，也有着他的几分原因在其中。苍老的心灵中勇气点点暖意，仰天低叹了一声，呢喃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培养成最杰出的炼药师。”在突破斗者之后，所有人都具有了修炼功法的资格，而在修炼了功法之后，体内那无属性的乳白斗气就将会转化功法的属性斗气。第一次的斗气转化并不会需要太久的时间，所以仅仅2个小时之后，盘腿而坐的萧炎便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眸。修炼了斗气功法之后，萧炎看上去较之以前似乎要显得更精神了一些，清秀的脸庞上泛着点点温玉般的光泽，看上去精神抖擞。眨了眨眼皮，萧炎望着这似乎明亮了许多的山洞，微微一笑。他知道这是修炼了功法所带来的一些感官增强反应。成功了吧？一旁的药老含笑问道。点了点头。萧炎伸手白皙的手掌，体内那已经整体化为淡黄色的气旋迅速流转出一道浅黄色的斗气，最后停留在了手掌处的穴位之中。斗气外放，那至少是需要大斗师才有可能办到的事。现在的萧炎明显不具备这种实力，所以体内的斗气并未突破穴位的堵塞，只是在那白皙的手掌上逐渐地泛起点点淡黄光芒，光芒看上去似乎犹如残烛的余火一般，微薄而略显暗淡。淡黄色，黄阶低级火属性功法的标志颜色，斗气功法等级越高，则颜色越深。望着手掌上这微薄的黄光，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抬起脸苦笑道：“在这焚诀未能进化之前，我的斗气功法可是比大多人都要低级了，别说越级挑战了，若是遇到一个修炼了玄阶功法的同等级对手，我能不能胜还是问题。这焚诀虽然现在只是黄阶低级，不过论威力却也不会弱于黄阶中级功法。况且虽然功法弱了，可你不是还是斗技吗？3种玄阶斗技，这足以弥补功法所造成的差距了。”药老笑着安慰了一声，旋即告诫道：“你的斗气功法不如别人，那也就是说在持久力与雄厚程度上比不上别人，所以以后与人战斗必须干脆利落，不动则已，动则必尽全力，速战速决。”萧炎点了点头，皱起的脸庞似乎依旧有点郁闷。瞧着萧炎这模样，对他性子极为清楚的药老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得大出血的道：“等你将手中的3种斗技彻底消化之后，我再给你新的斗技吧，不然贪多嚼不烂，这道理你难道还不知道？”“啥级别的？”萧炎眼睛一亮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被萧炎这谨慎的模样气乐了，药老吹着胡子冷哼道：“不会比8级崩级别低就是。”听着此话，萧炎小脸顿时乐开了花。8级崩可是玄阶高级的斗技，比他还高。那是什么级别？地阶。地阶虽然与玄阶高级仅有1级之差，可两者间的距离却是宛如鸿沟。玄阶高级的功法，只要财力雄厚，加上一些运气，偶尔也能从高级拍卖会中得到。不过至于地阶功法，那可是真正的有价无市。听说在加玛帝国的帝都黑市中，已经将地阶功法炒到了接近1000万左右的天价，这可是相当于加玛帝国整整1年的税收。然而却依然未能如愿，仅仅是这1级之差，可两者的价格却是相差了上百倍。由此可见，玄阶与地阶根本是2个不同的概念。想到这几乎是传说中的级别，萧炎便是满心滚烫，恨不得现在就强迫药老立刻教导。不过当在衡量了一下双方地位之后，他还是乖乖地打消了这滑稽的念头。“老师，啥时候教我炼药术啊？”暂时地将地阶斗技的诱惑放下，萧炎再次闲着脸问道。“炼药术可不是在这小小的家族中就能学习的。”药老摇了摇头头，笑道：“而且你和纳兰嫣然还有3年的赌约，现在距离3年时间也已经快要过去一半，一直待在这乌坦城，修炼进展太慢。而且我的一些培训措施也因为这里视线复杂等诸多原因不能用出来，所以我想带你出去修行历练。此次修行时间有些长，或许要1年多。”“1年多呀？”闻言，萧炎有些迟疑，
不过想起那趾高气扬的女人，又只得狠狠地点了点头。好，1年多久？1年多，什么时候动身？再等2月。药老笑道。还等那么久做什么？萧炎纳闷的道。因为1月后是迦南学院招生的时间，你需要去报名。药老微笑道。翻了翻白眼，萧炎苦笑道：我去那里做什么？我功法斗技都不缺，他们还能教什么？又不是让你去学东西。药老白了他一眼，眉头皱了皱，沉声道：你去迦南学院里是需要寻找一种异火，我以前得到过情报，迦南学院中应该有着一种名为陨落星炎的异火，这种异火在异火榜上排名第14。如果你能得到这一火，那焚诀或许就能进化了。陨落星炎，嘴中轻轻地呢喃着这古怪的名字，萧炎的眼睛缓缓地亮了起来。